说到2024年热度最高的2部台腐剧，相信许多观众一定会想到《关于未知的我们》和《某某》。这2部剧集呢，分别改编自 Priest 的小说《大哥》和木苏里的小说《某某》，同时呢，引发了不少话题和讨论。嗨，是平安蛇，我是小乐，欢迎来到耽美时代台腐光影。你曾经听过耽美这个词吗？这个词呢是源自于日语，一开始的意思呢是沉醉于美。随着时间推移呢，它慢慢成为了一种艺术风格。它是一个充满情感张力的世界，讲述男男之间的爱情故事。我们的系列专题呢，将带你走进这个世界，一起来深入了解台湾耽美剧光影中的美丽与阴影。作家 Priest 的作品呢，在网络文学圈还有影视改编市场中都有相当高的点击率。其中他的小说《大哥》呢，在晋江文学城也有100万次的点击率哦，拥有一定的粉丝基础。而木苏里的某某呢，更是耽美圈中享有神级地位的作品哦。他在晋江文学城的人气非常的高，更是累积了高达400多亿的人气呢。关于未知的我们这部剧是由黄宏轩和邱雨辰所主演。讲述从小就历经了丧亲之痛的魏谦，早早成了家里的支柱。他独自抚养亲妹妹魏黎黎，也因缘机会收养了弟弟魏之远。这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在相伴16年的岁月中，经历了无数的成长、分离与重逢，共同谱写出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曲。某某这部剧呢，是由曾向正和刘东信所主演，讲述盛旺和江天因父母再婚，成为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盛旺自幼丧母，父爱缺席；江天则因父母离异，饱受流离之苦。2个内心孤独的少年，在彼此身上找到依靠，从互不对盘到情感悸动，共同谱写了一段深刻且动人的成长故事。这2部优质的原作啊，在改编为影视作品之后呢，自然就会受到许多书粉的关注。在播出的初期啊，因为剧情和原作有所差异，就在社群上引发了非常大的讨论。大哥他的原著有3本书，他写的非常的巨细靡遗。当时我们的最大的困境是因为台湾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其实没有像大哥里面这么的浓厚，因此我们其实在反复的讨论的时候，我们决定用人来抽出来，所以我们用了大哥魏谦这个角色，还有魏之远这个角色抽出来，把他们的人格特质、人设、人物的整体的设定，依照着原著的部分骨肉把它放进来。然后以事件上面来讲，一定有比较多的修条，可能里面有一些人物文面必须要有一些删减，姥姥啊，或者是巷口卖油条的这些，我们其实基本上在台湾环境是没有的。那我不能够跟台湾观众这么脱钩，所以其实基本上在场景的设定这件事情，我们也做了蛮多的功课。改编的话，其实它非常的困难，因为如果我想大家有看小说的话，在前面大概一半，大概到50-60章的时候都没有什么事件。以戏剧事件来讲，以现在我们讲说，在台湾就是说，哎呀，没有一个强的情节，它其实没有，非常没有。然后我就只好在改编的时候，我们就是跟编剧我们绞尽脑汁，说我们在第2集就让他们2个有一个恶作剧之吻。哇，那原著粉就开始起来骂，就是说，哇，他们怎么可能接吻呢？江天是恐同的，什么这样子。那我回去梳理说，我看过的小说里面，我从来就没有觉得江天他是恐同的。我觉得江天的心里他是讨厌他爸爸，他爸爸做了一个破坏这个家庭的事情。那他不小心，他有一个伤痕，他有一个创伤，那因此他就恐同吗？我不觉得，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年纪，大家都在摸索自己情感的状态，17岁。好，那你喜欢上一个人或者你怎么样，你都是在一个不知不觉中的状态。我觉得他那时候根本没有明显的对于同性恋这几个字他有什么概念。我觉得这些年轻这些17岁的小说里面的这个江天跟盛旺是没有的。江天跟盛旺在小说里面有一句对白，江天说我恐同，然后那个盛旺说我笔直。我是直的，你怎么不能解释成这2个小两口在斗嘴呢？这就不会说啊，我是 gay， 我也是 gay 啊，那我们就在一起了。它就是一个玩笑而已。第一个，我们的集数只有30分钟的12集，它不像一般的正剧是60分钟的12集，要3本书要浓缩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从这里面的架构里面要抓出刚刚讲的人设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必须要去无存菁，不会去影响原著粉，因为在原著里面没有很特定的去设定攻受等等之类这样子的问题，但我们其实在前期的设定，我们已经有先做了这个
部分，包含像弟弟这个角色、魏之远这个角色，后面要怎么成为腹黑公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对我们来讲，改编最大的压力点是在于我不能跟原著脱钩，因为我们拍摄的环境就是在台湾。怎么样能够融入台湾的文化，还是能够让角色不偏颇，这件事情是我们初期的时候很大的来回。我自己还好，他们那个公关团队呢，其实是在香港，所以他们就帮忙就在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其实有一点点压力，所以后来我们就变得没有宣传。后来又跟我说没钱，然后当时一开始他们推出的时候，就是被所谓的原著党骂，他们会觉得说啊，这个人不符合我心中想象他的样子等等。你也知道，就是说，在台湾有很多演员，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找一个17、18岁的人来演，他演不出这2个角色的复杂性。东庆他确定他要演这个案子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的剧本功课，他就是那种非常用功型的演员，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什么什么都是很精心的设计。记得有一场戏，他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点思春了，开始搞不太清楚自己的这个，我对江天真的只是哥哥家人的感觉吗？盛旺就在床上在那边看书，然后2只脚翘在后面。江天洗完澡出来，然后他就看见他没穿上衣，然后他2只脚就开始这样子摩擦。然后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就是拍完，他说导演你有没有看到我设计的表演？我说你这个瞎子都看到了，非常用心。我觉得最大的压力其实不是播出，是在选角的时候，基本上谁能够撑起这魏谦跟魏之远这2个角色，又是兄弟，然后又有情感。当时是先决定了大哥，然后开始来看弟弟怎么配。后来我觉得压力比较减少的部分是故事会说话，画面会说话。我如果整个 story 说服了观众，我说服了这些原著粉，他们也会融入了这2个角色。我觉得非华语地区的国家，因为它对于原著 IP 没有那么大的包袱，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其实比较纯粹是看剧，而且他们会给很热情的回应。台湾的接受度比较高，就是说你就把它当成2个不一样的剧来看。如果说剧好的话，然后其实有一点点稍微不同的话，好像比较能接受。其实我觉得也是取决于他有没有办法说服书粉接受他所呈现的东西。确实，不少观众将这2部剧视为独立的作品来看待，就能以更开放的心态来看这2部剧哦。某某在登上 Netflix 平台之后呢，吸引到了大量的海外粉丝关注，主演曾向正和刘东庆的 IG 更是涌入了世界各地的粉丝一起来互动。尤其是曾向正的 IG 从原本的3万一路暴涨到15万，整整5倍的差距哎。而关于未知的我们也因为作品热卖，主演黄鸿轩和邱雨辰的 IG 人数更是双双涨破超过15万哎，就连微博插画也累计了6万多的粉丝哦，真的是显示出剧集的高讨论度和高人气。我觉得他们的共同点是因为伪兄弟这件事，对，他们的共同点伪兄弟，还有另外一个是电影级的导演。我觉得我可以看到一个电影方式呈现的高质感的 BL 剧，超感动的。然后就是伪兄弟，伪兄弟就是一个我觉得可以啊，你们可以在一起，但是他们在剧里面就是一直在拉扯，然后我非常喜欢这种揪心的感觉。你如果要讲细讲的话，就是画面镜头很精美，他们的演员的演技都很好，节奏感也很不错，导演的改编的技巧我觉得很不错。如果跟我们的前几部比起来，它是着重在于2个人的情感的细腻度，所以我们没有很努力去创那个名场面，但反而是他们的感情最深刻的时候，比方说在魏之远要转身走，魏谦抓住他的手，这一抓其实代表了什么？要上那个台阶，回到家要上楼，然后等等这我要上楼还是不要上楼？我上楼以后代表什么？我关门了以后所以我觉得我们把人物的细腻的情感跟场景去做比较深的结合。其他部其实真的我们有去创造所谓的我们心中的名场面，对。但这一次我觉得我们反而是让情感深刻，让观众比较能够烙印在心里面。小远讲了一句，他说：“我喜欢的是你魏谦，我喜欢的是歌。”就是这个，因为兄弟情这件事情就是有点禁忌。我每次印象深刻的都是床戏。我觉得他们床戏拍得很唯美，哥哥邱雨辰在床戏上面的娇嗔的声音，到现在我还记忆犹存。对我来讲，没有所谓的名场面，整部剧都是名场面。我喜欢关于未知的我们，是喜欢整部剧它的前后呼应，还有它的
整个的氛围，江导他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就是我很喜欢的。其实没有我那时候我就是照着我的感觉拍。我坦白讲，我没有特别要设计说哪一段会是名场面，可是我觉得这一段我可以增加这个氛围，我就会跟灯光师跟摄影师讲说，好，那这一场我们可以怎么做。第8集最后那一场我就说好，这一场我就完全没有台词。然后盛旺后来发现不行，他自己就跨过江天，然后爬回床上去。江天手眼睛打开，有一些东西我们都越界了，因为前面有一集他们在讲超越那个边界。小旺就是看着江天的嘴唇，发现自己的情愫，对吧？我觉得那一幕超喜欢的。当小旺从他家回到宿舍的时候，江天一看到那一句话说：“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开始从宿舍一路奔到校门口，那一整段真的是经典。他把他很想要马上见到小旺的心，就是整个完全呈现出来。在宿舍里面，然后象征的那个角色他就哭了，然后最后弟弟就是抱着他，然后就跟他讲说欢迎回家。哇，那里真的是哇，超戳的。所以裸奔不是名场面吗？是名场面吗？这边我要替自己证明，有人说这个是导演个人的偏好，我真的没有偏好这些屁股。我真的还好，我也当过兵，所以我真的看过很多屁股。对我们来讲，其实应该不会那么喜欢，因为你知道腐女喜欢的是单美啊，那露屁股不美啊，但是它是一个对大众来讲可以讨论的点。其实有很多外国粉丝也都会关注的东西，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可以引起话题的东西。那个年代，他们对体制的开始有反制，而且他其实有一个是在讲江天的一个性格，为什么呢？因为是他害 A 班没有办法晋级得到总冠军。盛旺不是一个轻易会答应别人做什么事，可答应的事他会做到，他就这点我觉得也在展现江天的个性，给盛旺知道，我答应的事我就是会做到。一直以来，我们的制作都是很希望对得起作品这件事情，不管它是不是改编还是原创，就算是原创，我们也要对得起原来一起开创这个故事的编剧或是整个团队。所以我觉得就很感谢。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先过了那个改编的原著粉的关卡，那个对我们来讲，其实当时是从改编一开始的心理压力就蛮重的。但是当在播出受到热烈回响的时候，当然我也很感谢2位演员啦，因为2位演员其实在私下的互动或等等之类，其实都很恰如其分，对得起这个作品，然后我觉得对得起跟我们一起拼搏的这个主创团队，整个制作团队，我觉得就很开心。一位美国粉丝那时候有那个见面会，他就是还没有买到票，他就已经买好机票了。他就说我一定要来，就算是在外面等他们也没关系。他跟乔杰就聊了很多天，跟他表示说他有多爱这部剧，他整理了这么厚的一个资料夹，里面全部都是他有多爱这部剧的证明，这样子。我觉得我天哪，太感动了吧！我就想说啊，我是国际导演了吗？那只是说，因为在台湾这个讨论度一直还是没有那么高了，反而是国外是热度是比较高的。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我们叫做 Mo Fans Fan Arts， 就是粉丝的艺术创作，然后有些人是文字的创作。我们真的是在一个几乎没有宣传预算的状况下，真的是靠大家这样口耳相传。其实有很多粉丝来写信给我，就说这个故事怎么样影响他。有些人就说他看完之后，他觉得说人生好像可以充满一些希望活下去。每个人对这个自己的戏有很多的不同的连结、不同的解读，然后我真的很谢谢他们。我真的有吓一跳不过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某某这个 IP 其实在华语圈它就有很多的争议，比较没有人想挑战这个话题。然后我们刚好就是我很喜欢这个题材，那我就觉得我很想要把这个我觉得很不错的戏宣传出去，所以我就录了 Podcast， 就变成好像是2024年我的 Podcast 点击率第2名高的，那也是真的很谢谢各位听众。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就是可以把台腐推到国际化。BL 的 IP 其实吸引来的国家粉丝蛮多国的，海外粉丝是真的蛮热情的，我真的有点吓到。因为像去参加未知的见面会的时候，竟然有看到好多的那种金发碧眼的粉丝来。有一点点的小小的疑虑，就是会担心团队或者是说故事的人会因此觉得自己 OK 了，然后就不会去调整。
虽然这2部影集啊都获得了国际影迷的喜爱，不过因为跨地域的合作模式啊，也引发了一些讨论。比方说，明明原作和影集的故事背景明明不同，但为什么会选择在台湾进行改编拍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导演和制作人他们怎么说。有一个公司买了这个 IP， 找到我可能是因为我拍了那个科在，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可能好像我蛮适合的，他们就间接从香港然后转，因为把这个 IP 转出来，然后就找到我说我可不可以改编在台湾拍？我说那我改编的话，我就是台剧了。我的观众毕竟是以台湾出发为主，我要给这边的观众看，它里面的东西我会有一些调整。那其实我后来我就回去看那个小说，我就说我先把小说看完，让我消化一下。那这个小说有130几个章节吧，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还有番外篇这样子。然后看完之后，我觉得说哇，这个改编的量是非常的大，而且它里面有很多那一种描写。当然，我最主要我是觉得我看到盛望跟江天这2个角色让我非常心疼，因为我很喜欢另外一个 BL 剧叫 Call Me by Your Name， 就是以你的名字呼唤我。我觉得这里面它具有那样的一个氛围，所以我就说好，我就想往那个方向去做。然后我想把它放在2012年的淡水，那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同志活动，大家知道，可是大家还不会这么张嘴，然后可以去谈论或什么，那我就把这个整个时空地理环境都换了，就放到2012这样子。反正我就接下来这个改编工作，我们改编了大概1年半。其实当时的不管是投资者的环节、市场环节，希望我们能够以晋江文学的某一个文本来做这件事情。对，然后当然我觉得 Pris 的作品是我们自己一直非常喜欢的。选择大哥这部分，当然资方也有给出了一些意见。那他给的几个题材之下，我们选择大哥这个题材来作为改编。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2016年的时候，上影掀起了一股全球追剧热潮，主演黄景瑜和许魏洲的演出实在是非常的精彩，让许多粉丝都躺在坑底爬不起来。然而上影后来因为影视内容的审查规定受到重创，甚至连在泰国举办的粉丝见面会上，黄景瑜和许魏洲都无法同台演出，只能轮流上台。这个事件的发生啊，也让粉丝们觉得相当可惜，它也成了耽美剧在影视圈中遭遇严格限制的标志性事件。到了2023年，上影的作者柴鸡蛋再次推出新的剧集《哥哥你别跑》。这部剧呢，其实是以上影的故事为基础进行改编，但为了规避审查，将核心情感设定为兄弟情，避免了明确的恋爱关系描写。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耽美题材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与挑战，让更多的制作方呢开始探索跨地域合作的可能性，寻求更大的创作空间和市场。但同时呢，也有不少观众提出疑问：当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会不会影响故事的真实感呢？这样的讨论也反映出观众对于作品的文化根基和情感真实度的关注。因为原著里面是他们那个江南的一些画面，小说里面有很多这种季节的符号来对应他们在故事里面发生那一年的事情的关系，这样子。那我就把它换成了那个台湾的情人果啊、鲜渣饼啊什么东西的这样。反正就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就是他们给我改编的那个自由度还蛮大的。食物是第一个，然后场景基隆为什么会选择那一个长长的楼梯？真正主角的家跟那个长长的楼梯是我们用拼景的方式，我们让这个角色还是拥有他要扛起家里面的这个责任，然后让这个街景跟场景能够去烘托他们家里面这个氛围。台词一定不用讲，因为我们台词就是还是融入台湾的文化。对于你而言，这样的合作模式是打破了文化差异，还是创造了更多可能性呢？不管是不是 BL 剧类型加题材，这件事情都很重要，因为现在绝对不会是一个类型只有一个元素在里面是可以满足观众的。我们心里面一直觉得台湾其实有很多好的 IP、好的耽美的故事，值得来做 create 这件事。所以其实去年开始，我们就开始一直在找这样子的作品。那我觉得我们也很希望台湾的一些耽美的小说也好、漫画也好，其实是可以透过影视化这件事情走到更远的地方。明年要拍的，或是正在筹备后年要做的，其实基本上我们都会想要从改变台湾的 IP 作为出发点。我觉得它是一个亚洲出来的一个新的类型。那台湾其实上传的有一点点慢，那反而是现在大家好像公认可能是泰国做的最好最多，他们题材也比较丰富、比较多元一点。韩国或者日本这样的国家都还有他们社会很保守的压力在。台湾在这个方面，它刚好在一个你看整个东亚
亚太平洋圈这个东亚圈，我觉得它是一个中心点。我后来发现就是原来这个创作，当你把一个故事讲好的时候，语言你讲的是华文或者马来文或者印尼文或者泰文，我觉得它已经不重要了，必须要认真的去思考，就是说什么样的 BL 剧，什么样的这种剧种它能够更特别。那我觉得那个特别不是说在于那一种强情节，是你怎么样去建立这个人物。像《空云白云恋》它也是一个慢慢的缓缓的东西，可是它就是被那么多人喜欢。它不一定是说一开门就是突然就看到他在洗澡或者他在干嘛，就可能我们大家要在剧情上，我们要让它更生活，让每个人觉得是有连结。我觉得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好，如果用制作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其实都会觉得他们有一定的成长跟进步，然后包含他们的制作的水平，然后还有不单只是角色而已。其实我在看的比较是这一面，然后为什么他被吸引？你说会不会担心？我觉得会。我觉得尤其是《黑帮少爷爱上我》这一部，其实我有反复的去做他的功课，故事情节还是很重要，人物的设定、个性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重要。以我们自己来讲，会更着重在这一块。太府其实基本上已经开始接近所谓的工业化，很多的体制，然后他们的投资各方面其实都很完善，但是台湾还是很把台府放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位置。我们的制作必须要精良，要更优化，可是我们的预算其实没有提高，所以其实基本上是我们必须要一直去淬炼这件事情。我们也不是只单纯做耽美片，预算上真的是就是可能会是砍半啊，或是1/3啊这样子的状态去制作。你不要讲泰国，我觉得包含像韩国的耽美片，其实他们的整个场景制作的预算都已经在我们之上。我印象最深刻是去年我们跟 GN 开会，然后我们有觉得好像泰好像可以来制作一个什么，可是当他知道我们 BL 剧的预算之后，他真的很 shock。他说：“那我们不用合资啊，我直接投资你就好，你们的团队来帮泰国拍。”可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伤心处，就我觉得是蛮悲哀的。这些作品的出口不输于其他类型片，我们更希望不管是投资人也好，或者是政府单位，把这件事情可以拉到更国际的台面上面一起。对啊。无论是跨文化的合作模式，还是改编中的挑战，这些作品呢，都在台湾耽美剧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一席哦。最后，不知道大家对这次的主题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你们的看法哦。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耽美时代，台府光影，我们下次见。